父兄战死后，我成了京都悍妇，却被皇帝看中选为太子妃。桃花宴上，我坐在首位欣赏着长公主精心安排的歌舞，头顶突然落下一片阴影，我抬头看去是太子，他趾高气扬的命令道：真真，你个将军之女也敢坐在首位吗？还不赶快滚到后面去！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他身旁一脸得意的夏蓉。夏蓉看不惯我，便经常挑拨太子针对我，这次也不例外。之前我为了不给远在边关的父兄招惹麻烦，能忍就忍，但是现在我父兄战死了，我再也没了牵挂，何必再忍让？我站起身，手上端了一杯酒，太子却觉得我乖觉让位，冷笑了一声，果然是出身乡野，粗鄙无知，下次看清楚自己的身份。话没说完，我将酒泼了他一脸。太子真是直肠子，什么粪都从嘴里。太子一愣，被酒浇了个透心凉，他瞬间炸了。真真，你好大的胆子，你竟然敢骂姑！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也惊呆了，纷纷围了上来，我却丝毫不惧，骂你就骂你，你要是听不清，我还可以刻在你背上。见我说的如此漫不经心，太子气得喘粗气，满脸通红，放肆，姑要告诉父皇砍了你的头。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冷笑了一声，刚好我也去，你却告诉陛下我骂你，而我却告诉陛下你是如何侮辱我这个父兄为国战死的遗孤的看轻孰重，陛下又会为谁做主？此话一出，太子脸色猛地一白，你围观的众人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场面一下子冷了下去。夏蓉见形势不对，赶紧找不真真，太子哥哥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就当真了呢？我瞥了他一眼，突然问道，夏大人一定很幽默吧？夏蓉一愣，什么？我嗤笑道，不然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笑话？夏蓉脸色涨红，却不敢再说话，生在富饶京都，哪里听过什么骂人的话，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我却不一样，我生在边关，见惯了妇人们撒泼骂大街，什么脏话我都听过，之前是顾忌父兄，现在我毫无顾忌了，眼看着无人能战，正打算潇洒离开。这个时候，长公主慢悠悠的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一张嘴就是甄家大小姐，真是尖牙利齿，甄家真是好教养。我笑得更加灿烂道，长公主真是和陛下心有灵犀，陛下也夸赞甄家家风好呢。长公主异业你，我佯装无辜的眨了眨眼，怎么长公主难道不是在夸我吗？长公主脸一会青一会紫，最终化作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道，不，本宫就是在夸你，憋屈死你！我心里翻了一个白眼，转头看向太子，语气和煦，太子殿下还进宫吗？我好梳妆打扮一番。太子被我的转变震惊，半天憋出了一个字，不，我不屑地扫视了几个人，冷哼了一声，不堪一击回到将军府。我刚坐下，戴伯母便闻讯赶到，听说你今天骂了太子。我摇头补充道，不止他，还有长公主和夏蓉。大伯母惊奇地打量我一番，仿佛第一天认识我似的问道，你这是怎么了？你就不怕太子回宫告诉陛下皇后治你个妄言的罪责吗？我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大伯母，你的丈夫儿子死了，我的父兄也死了。戴伯母一愣，我继续道，征服满门，皆为国战死。陛下不管真仁慈还是装仁慈，都是不敢动我的。甄府曾经也是人声鼎沸的，如今甄府早就从贫瘠边关搬到了繁华京都，却只剩下了我和大伯母了。戴伯母眼眶通红，泪花闪烁，声音却掷地有声，真真你大胆飞，伯母永相随。我轻笑了一声，窝进了大伯母怀里，她总是最疼爱我的。自那日桃花花，我舌战群雄，也一战成名。京都之中时常有人议论，我也不在乎。没过几日，夏蓉过生辰，给我下了帖子，我应邀前马刚进府中，丫鬟们领路，路过凉亭，便听到我的名字。真真是疯了吗？我定眼一瞧，便认出几人身份，何小姐到甄府一帮子泥腿子乡野出身，粗鄙野蛮，能有什么教养？王小姐道，真真过去装出一副柔顺娴静的样子，现在甄府荣耀了，终于露出嚣张跋扈的真面目了。李小姐道，就是太子和长公主，大度不和他计较，不然一定是他的罪。陈小姐道，夏姐姐也是好性子，如果是我，一定挠花她的脸，你一言我一语，我就成了罪人。而夏蓉被围在中间，嘴角带笑，能看出很享受旁人对我的贬低，怪不得要请我来呢。上次被我奚落，这次是想找回场子啊？人多我就怕了吗？我可不怕。我轻咳了一声，微笑着走进了凉亭，几个小姐瞬间停下了对话，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看向何小姐反问道，何小姐，你的脑子真是华而不实，陛下都夸甄府家风极好，你却说甄府粗鄙，你是借甄府反对陛下吗？何小姐脸色白了，我又看向王小姐提出了建议，王小姐，你把你整日混迹青楼的大哥和小妾外事成群的父亲送到战场，用不了3天也可以和我一样嚣张跋扈了。王小姐脸涨得通红，我的视线又落在了李小姐身上，她赶紧转移了视线，偷偷离夏蓉远了几分，生怕火烧到自己身上，凉亭的气氛一下子僵持住了。这时夏蓉咬牙说道，真真，你说话不要太过分了。我看了过去，无辜的眨眨眼睛，随后不好意思的捂嘴轻笑，夏小姐，你也在这呢，瞧我这眼神，又没把你当人看。夏蓉脸色一下子涨得通红，眼睛瞪得很大，我轻迟了一声，我不信鬼神，你这副鬼样子也吓不死我死了这条心吧。夏蓉怒怒，真真，我看你才像鬼。我轻啧一声淡淡道，粗鄙粗俗，你看你还像个世家小姐吗？说着，我的目光把她从上到下扫视了一遍，
嗤笑道，不凑近看啊，我以为是人形鞭炮呢，一点就炸。真可话没说完，我突然朝他走近了一步，他下意识的后退，我步步紧逼夏蓉，别在我身上动歪脑筋，不然我会让你更难看。夏蓉尖声，你敢？我站着身子瞥了他一眼，你大可以试试。夏蓉眼眸浮现出一抹刺骨的恨意。我转身欲走，却不经意看到夏蓉和他的侍女交换了一个眼神，侍女悄悄地伸出脚，想要绊倒我摔下荷花池，当众出丑。我将这一幕的表情尽收眼底，直直踩上了侍女的脚，用力极大，侍女被猝不及防的痛意刺激，惊叫了一声，我佯装受到惊吓，确实巧劲，把侍女推到了夏蓉身边。夏蓉一愣，猛地被侍女扑倒，摔进了身后的莲花池里，扑通一声落水声，所有人都愣住了，我捂嘴偷笑，嘴上却着急地招呼道，快救人啊！奴仆们这才反应过来，赶紧去救人。夏蓉很快被拖了出来，她满头满身全是泥土，发髻散乱，脸色煞白，眼神呆呆愣愣的，仿佛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而这时一行人匆匆赶了过来，领头人就是夏蓉的父亲，他眉头紧皱，这是怎么回事？夏蓉赶紧告状，父亲，我是被真真推下去的。此话一出，夏大人的面色阴沉了下来，冷冷的看向了我，我心底冷笑，面上却无辜极了。夏小姐，我明明在你前面，在场的人都是看到的，我怎么推你？难道我还长着三头六臂不成吗？众人也不明所以，闻言点了点头，表示自己都看到了。夏蓉瞬间更不知道从何解释了，毕竟她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自己就摔进荷花池了。夏夫人看了看夏蓉，又看到侍女一脸的紧张害怕，心里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她扬起笑脸道，甄小姐，蓉蓉自己不小心摔进了水，真不好意思。夏蓉气急，不可置信的看向夏夫人，母亲还不闭嘴。夏夫人瞪了她一眼，接着笑道，今天红河开蓉蓉让人摘了一些，听说甄小姐也喜欢，就送给甄小姐作为赔礼。说话间，嬷嬷捧着红河走上前来，娇艳欲滴，艳光四射，不愧是河中珍品，价比黄金。而最关键的是，红鹤是夏蓉真爱，从不轻易示人。我看向夏蓉，果然见她脸色煞白，狠狠地盯着我，而我最喜欢夺人所爱我，并未推辞，笑着将花收下，轻轻折断一枝，别在了夏蓉的发髻之上，真好看。我微微一笑，夏小姐，下次可要小心些。夏蓉阴冷地望着我，我却丝毫不惧，转身扬长而去。回到府上，侍女轻声问道，小姐，这红盒给您摆上吗？我扫了一眼，冷笑一声，扔了吧。夏蓉的东西我可不稀罕，但隔音他我乐此不疲。夏蓉落水后，倒是安分了很长时间，连平日里最喜欢的诗会也不参与了。我本也不感兴趣，但是却被伯母强行拉了过来。原因是你也到岁数了，该说没了，诗会有好多公子少爷，也可以去瞧瞧。我被迫无奈参与，但是却偷偷摸摸的离开了诗会正厅，百无聊赖的在别院闲逛，谁知半路上却被人拦住了甄小姐。我抬头看去，神色一凝，只见两个少女款款而来，一个是长公主，一个是夏蓉长公主，双眸微微一眯，语气冰冷，甄小姐真是气派，见到本宫都不行礼。长公主是皇后嫡女，上次被我的话噎住，吃了哑巴亏，自然心有怨怼，找上门来也是正常。我淡淡一笑，臣女方才没看到公主，还请公主恕罪。长公主冷笑一声，跪下认错，态度咄咄逼人。我抬头，面无表情地看着长公主，长公主自持身份尊贵，便不把我当人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过去我能避就避，如今我不会再忍气吞声，谁招惹了我，我就加倍的奉还回去，即使是公主，我也无所畏惧。我冷冷一笑，公主，你话里的逻辑简直毫无逻辑。陛下以李治国公主，却仗势欺人，嚣张跋扈，因为莫须有的小事，便要践踏臣民尊严。您将陛下颜面置于何地？公主，你到底是性情本就如此乖戾，还是借臣女表达对陛下的不满？毕竟前几天陛下才因为你圈养男宠虐杀奴婢，责罚于你。最后一句话意味深长，原本咄咄逼人的长公主脸色猛地一白，长公主脱口你胡言乱语，本宫要拔了你的舌头。我冷声道，实话实说而已，公主真无此心，何必如此害怕？长公主嘴唇颤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盯着她一字一顿的说道，长公主定然也不希望再被陛下驳斥，那就少招惹我，不然我疯起来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长公主面色忽青忽白，气得连连跺脚，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怎么这么热闹？突然，众人身后传来一道男子的低沉的嗓音，众人顿时吓了一跳，却见到一个中年男子带着重臣走了过来，竟然是皇帝。众人连忙跪下行礼，皇帝却直直走到了我的面前，道，你就是甄虎，您的女儿吗？我点头是，接着深深一抚，继续挡陛下，方才臣女一时情急，对公主出言不逊，还请陛下责罚。太子和公主娇惯无度，两人愈发不成器，的确该好好骂一骂。我率先一步请罪，让长公主本想告状的话一下子憋住了。他迫切地看向皇帝，恨不得皇帝立刻下令砍了我，可惜事与愿违。皇帝爽朗一笑道，你和你父亲一样侠肝义胆，该出手时绝不手软，朕喜欢你的性子。我掩住嘴角的笑意，谢陛下。皇帝继续道，太子，如果再有不对的地方，你只管大胆指出来，他有异议，让他直接来找朕。此话一出，我相当于有了军令牌，
可以更加肆无忌惮。我看了一眼面若死灰的长公主，笑意更深，陛下英明，果然如我所料，陛下对太子已经隐隐不满，不然在第一次我言语冒犯时，陛下就会有所动作，没有动作，本质上就是一种态度。过去我还需要掌握分寸，如今有了陛下这句话，分寸已经无所谓，金口玉言，看来陛下真的想要太子吃教训，还来自一个他看不惯的女子太子，只怕要憋屈死，陛下真的大好人啊。但这个想法持续了没多久，就被一道圣旨狠狠击碎。甄家小姐甄甄性情贤淑，经选为秀女，即可入宫参与甄选。我愣住了，伯奴也愣住了，性情贤淑吗？说的是谁呀？我们甄家也没有第二个姑娘了呀。我生无可恋的叹了一口气，错的不是圣旨，错的人是我。我就说，陛下怎么会给我那么大特权？感情是早就挖好坑，等着我呢，我只是个将军之女，自然无权管太子。但是如果我是太子妃就不一样了，皇帝真是物尽其用啊。伯母一脸忧心，想要进宫说情，对我拦了下来。陛下一言九鼎，圣旨已下，再不满也只能接着，不然就是抗旨不遵的大罪。我不怕死，但是我更想活着，痛痛快快的活着。而且这次秀女也不是有我一个一品大臣，家中的适龄女儿都要进宫，少说也有7、8个太子妃，不一定就是我呢。主动去推辞，反而显得不知好歹，看着伯母眼眶红红的，不舍模样，我心里叹了一口气，树欲静而风不止，此次进宫不会顺利的。没几日便到了进宫选秀的时间，进了宫，除了被教养嬷嬷教习礼以外，空暇时间也有许多。这日教习刚结束，回房的路上，却听到了太子的声音，赏给你酒，你敢不喝吗？侧目看去，假山旁正围坐着几个人，太子居高临下的瞥着面前的少年，眼眸中满是冷嘲。身旁的夏蓉等人一脸看好戏的笑着。少年沉默片刻，从桌上拿起酒杯，道皇兄赏赐，我怎敢推辞？说着一饮而尽，可这句话却惹怒了太子。他拿起酒壶，倒在了少年的头上，冷声，你也配叫我皇兄一个商户女生下的贱种姑，可没有你这个星号血脉的兄弟。我远远看着，眉头深深皱起。少年是七皇子，母妃是皇上，李家虽然有钱，却无权备受其事，但我没想到太子竟跋扈至此，在皇宫之中都敢如此欺辱同胞兄弟。夏蓉哼了一声，满脸的鄙夷。七皇子土民工商为最贱，但你身为皇子，该有些骨气才对，叫吃就吃，叫喝就喝，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哪来的小太监呢。此话如此侮辱语，文婷的表情却十分平静，只是一双漆黑的眼眸死死盯着太子，无限冷漠。太子皱眉，你敢用这种眼神看姑，你是活腻了。说话间就要一脚踹向宇文婷住手，可下一秒却被推到了一旁。太子稳住身子，定眼看去，瞬间大怒，真真，你敢拦我？我眨了眨眼，微微一笑，不然我这是在和你跳舞吗？夏蓉冷笑道，甄小姐，这是皇家之事，轮不到我们做臣子的，来插手吧。我瞥了他一眼，语气淡淡，轮不到我插手，我也已经插手了，你不满意，那我们就去找陛下评评理。夏蓉面色一僵，轻描淡写的说道，只不过是兄弟间拌了2句嘴，都是小事，何须惊扰陛下。我上前一步，冷冷看向太子等人的，道入莫恕母是拌嘴吗？侮辱自己兄弟是星号血脉的贱种，是拌嘴吗？夏蓉面色微白，只是歇完笑话，我嗤笑了一声，我看你是个笑话。太子冷声道，甄甄姑是看在甄家重义给你几分面子，但你不要给脸星号。太子脸皮真多，说给就给，但是你给的我还嫌脏，可不要，而且我没。肩带着几分怒意，面无表情的盯着太子，我甄家重义，为的是陛下，为的苍生，百姓可不是为了你这种苟且营生、不知所谓的人。这话说得极其坚定，眼神却嘲讽冷漠，害得太子下意识的退后了几步。你我走到垂头不语的宇文婷身旁，轻声道，七殿下，我们走。宇文婷猛地抬起头跟了上来，将太子等人甩在了身后。等到无人处，宇文婷突然说道，谢谢你。我转头看他，头发和衣服都被酒水打湿，形色狼狈，但是长相却出奇的俊美。阳光下，他眸光流转，让人挪不开眼睛，是个漂亮的少年。我心里隐隐有了一个计划，意味深长到宇文婷要好好活着来报答我救你真。宇文婷一愣，随即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我唇角勾起一抹笑容，太子德行有亏，这样的人怎堪大任？皇帝明知太子乖戾，却只想着约束而不是打击，这可不行。太子只有一个，但能当的太子的皇子可不只有一个。转眼间便是半年时间，太子妃的选拔也即将出结果，秀女们都人心浮躁了起来。在教习院常常一些鸡皮蒜毛的事情起冲突，也因此离开了几个秀女，剩下了只有4个了。而其中最有可能就是我和夏蓉这人。教习结束后已经夜深了，回屋时遇到了夏蓉，她满脸笑意的说道，甄小姐，我淡淡回礼，心里却疑惑夏蓉的热情。到了深夜，隐约听到窗户被打开，然后扔进了一个东西，发出嘶嘶声。我睁眼看去，正好和一双闪烁着冷光的黄豆眼对上，花斑蛇疑惑得到解释，夏蓉原来在这等着我呢。门外的宫女听到动静走了进来，看到蛇下的脸色煞白，这哪来的蛇呀？迟迟不敢上前。我穿上鞋走上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捏住了蛇的7寸，语气淡淡，
当然有人送进来了，接着大步走向旁边的栖霞宫，敲响了夏蓉的房门。夏蓉的侍女看到我面色一变，甄小姐，这是怎么了？我朝着夏蓉看去，见她面容隐隐僵硬，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夏蓉，你的东西还给你。说罢，将蛇甩到了她的怀里。夏蓉一愣，低头看去，瞬间吓得面色煞白，接着眼白一翻昏死了过去。我轻蔑地看了她一眼，冷哼了一声，小样跟我斗。我转身离开，回到屋里美美的睡了一个好觉。次日一早，我便被皇后传到了凤栖宫，我刚一走进宫殿，就看到了跪在一旁眼泪汪汪的夏蓉，看来是来告状了。皇后面容淡淡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夏蓉控诉道，娘娘，你要为臣女做主啊！真真把蛇扔我屋里，想要毒死我。蛇皇后眉头一皱，看向了我，真真是真的吗？我佯装委屈的跪在了地上，道，娘娘，臣女冤枉，这蛇本就是夏小姐的臣女，只是把蛇还给她而已呀。夏蓉气得跳脚，胡说八道，我哪里来的蛇？分明是你想要毒杀我，我没了，你就没有竞争对手了。太子妃，就是你了，原来这就是你的目的啊！我挑高了眉头。夏蓉一愣，一时没反应过来，我转向皇后，声音轻柔道，娘娘，宫中为了防止毒蛇伤人，已将蛇尽数斩杀，这条蛇只能是从宫外带进来的，而为了防止败露，下手的人定然会偷偷喂养。说着，我的目光落在了夏蓉身上，意味深长道，而臣女听宫女说过夏小姐的侍女总是在饭后要2块生肉。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都揣测地看向了夏蓉。夏蓉神色慌乱，赶紧解释道，娘娘明察呀，生肉是为了喂旺财，并不是什么蛇呀。旺财是太子的御权，夏蓉为讨好太子，的确会做此事。皇后的眉头皱得更深了。我不慌不忙地提议道，没关系，夏小姐不承认也不要紧。事发突然，圈养蛇的笼子定然来不及收拾，娘娘只需要搜查1、2，就知道究竟是谁在喂养蛇了。搜查皇后面色隐隐难看了起来，迟迟没有说话，我却并不意外她的态度，毕竟搜查整宫定然惊动皇帝，事关后宫，陛下难免会觉得皇后监管不严，而且最关键的是，比起我皇后心目中太子妃心选更趋向夏蓉，毕竟我无父无母，能给太子在朝堂的助力自然比不上夏大人，可此事可由不得他做主。门外这时传来皇帝的声音，既如此，那就查一查吧。众人连忙行礼，皇后搀扶皇帝上座问道，陛下，您怎么来了？皇帝没有作答，反而给了太监一个眼神，让他带着人下去搜查。皇后面色一僵，我看着这一幕，瞥了一眼不远处的宇文庭，垂头掩盖住唇角的冷意，而搜查的结果很快便传了回来。陛下，娘娘，笼子还有一些工具都找到了，在栖霞宫后的树林里，夏小姐的侍女也全招了，人证物证俱在，夏蓉放毒蛇无可反驳。皇帝厌恶地看着他，冷声道，孟氏女无才无德，狠辣恶毒，即刻拉出宫。未出嫁的闺阁小姐得了陛下如此评语，这一生定然凄惨无比，毕竟谁会得罪陛下，善待于他呢？夏蓉吓得浑身无力，瘫倒在了地上。几个宫人上前，一左一右托起他的手臂，就要将人带走，可是下一秒，一个人突然冲进了宫里，将宫人踹到了地上。皇帝大怒，太子，你这是做什么？太子却抱起夏蓉，梗起脖子低吼道，父皇母后，这件事一定有蹊跷，蓉蓉一定是被栽赃的。说着，眼睛恶狠狠地瞪向了我，咬牙切齿地说道，真是不是就是你，嫉妒姑更喜欢蓉蓉女才，贼喊捉贼，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娶你这个毒妇。此话一出，满是寂静，我面色平静地看向太子，什么话都没说。宇文庭这时却突然挡住了太子的视线，冷声道，甄家为国为民，太子这么诋毁甄小姐，不怕寒了天下将士的心吗？太子被激怒，口不择言，宇文庭哭说话，哪有你个贱种插嘴的？话音未落，皇后连忙阻止太子，可已经晚了。皇帝面无表情地俯视着太子，眼眸中翻滚着怒火，语气冰冷，你弟弟是贱种，那朕又是什么太子？这才反应过来，赶紧跪下请罪，父皇臣一时失言。皇帝冷笑了一声，你是说出心里话了才对。太子吓得脸色煞白，头都不敢抬，浑身颤抖，众人也赶紧跪下，生怕再次触怒皇帝。整个宫殿弥漫着死一般的寂静，薄情寡义，狂悖自大皇后。皇帝的目光落在了皇后身上，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可真是给朕养出一个好太子。说罢便一甩袖子，大步离开了凤栖宫。我和宇文庭交换了一个眼神，相视一笑。皇后太子被训斥的消息转眼间便传开了，后宫人心浮躁起来，看着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而这个时候闲暇的大概只有我了。宇文庭好奇地看向我，甄姐姐边疆是什么样的？我眼眸划过一丝怀念，低声道，那里土地贫瘠，却养出了一头头烈马，骑着烈马在荒原奔驰。他的马蹄声比京都琉璃做的风铃声还要美妙。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伯父伯母父亲哥哥们手牵手围在火堆边，一边跳舞一边唱歌。我轻声唱起记忆中的歌，野火烧野草长，红霞过去，太阳出沙场。本为将士声，将士为国死沙场。宇文庭眼神带着一丝恍惚，喃喃道，真美啊，我也想去边疆。我微微一笑，觉得他有一份可爱。你们京都的人是不习惯边疆的。宇文庭不太服气，
却没有反驳我，看着他话锋一转，陛下今天没有起疑心吗？宇文婷摇头，没有。我跟他说，我来时看到夏小姐被抬进了皇后宫里，他关心太子婚事已久，自然要去瞧一瞧。那就好。他又问到甄姐姐，接下来我们做什么？我轻抿了一口茶，语气淡淡，太子失宠，定然急于证明自己，而我们见招拆招，就是越是急切，却是犯错。我要等着太子自己主动跳进坑里。太子被陛下训斥的事，不出片刻就传遍了整个京都，一些门路不清的臣子还对此隐隐怀疑。但是在朝堂上，太子屡屡遭到了陛下的冷落，甚至是无视。而皇后更是接连数月未得宠幸太子，失宠的事瞬间落实了太子过去被陛下皇后捧在手心里，性格乖戾狂悖，但并不是完全的星号。他很快意识到，如果不夺回陛下的信任，他的太子之位摇摇欲坠。而与此同时，南方来了一帮灾民，敲响了登闻鼓，他们集体状告西县县城私吞灾银，将朝廷送来的米粮囤放自己府中，发给灾民的却是没米吃了以后百姓死的死病的病，民不聊生，生灵涂炭，此事骇人听闻。陛下大怒，派了官员去调查，却一无所获。县城更是怒斥灾民是栽赃陷害哭的，声泪俱下。一时间，这件事僵持了下来。而这时，太子却主动站出来接下了这件事，并且只花了半个月时间，就查明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将鱼肉百姓的县城抓入大牢，秋后处斩太子，解决了陛下的烦心事，再次获得了陛下的信任。太子在朝堂上再次站稳了脚跟，选太子妃的事情也愈加迫切。一日回宫的路上被太子拦住，他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阴冷。真顾之前真是小瞧你了，你设计容容不就是嫉妒容容得姑的喜欢？如今容容离开，太子妃的位置已然是你的囊中之物了。他明明那么普通，却这么自信。我轻笑，太子脸真大，容得下万水千山。太子也不知道是被糊了心还是如何，这次竟然没有生气，反而猛地抓住了我的手腕，嗓音低哑诡谲，孤成全你，让你成为太子妃，孤会好好疼爱你的。我用力挣开，反手将手帕塞进了太子的嘴里，冷声道，太子嘴那么臭，是如厕时把脑子拉出去又按回来了是吗？太子赶紧将布吐了出来，怒声道，你敢动手打人吗？你也配？我嗤笑一声，触景生情，你就占了2个字。太子气得青筋暴起，放肆给姑掌嘴。太监们跃跃欲试，我却毫不畏惧，眼神冰冷。陛下让我管教太子，叫太子好好做人，你们敢违抗陛下的意思吗？太监们瞬间僵住，又退了回去。太子更是气了，无能狂怒废物一帮废物。我懒得搭理这个无脑星号转身离开，背后却传来太子咬牙切齿的低吼，真，你给姑等着。太子果然还是太子狂悖自大的性格根深蒂固，哪怕暂时掩盖，一击也就暴露无遗。这样的人竟然能成为储君，真让人无语凝噎。回到宫中，我才发现手腕竟然有些青紫，侍女为我敷药。我心不在焉地看向窗外，而这时耳畔传来低沉的嗓音，这是怎么回事？我抬头看去，发现不知何时侍女已经离开敷药的是宇文婷，她的目光落在手腕上，眸光流转。我解释道，我刚才遇到了太子，他断言他干的。我并未回答，反而话锋一转，他很得意，看来陛下对他胜券正浓。宇文婷小心翼翼地擦拭着药膏，冰冰凉凉的，掩盖了方才的刺痛。等到涂抹好，他才缓缓说道，陛下病了，太医断言怕只有3-5年了。我一愣，恍然，怪不得他如此有恃无恐，陛下没几日了，比起重立太子，不如培养得力大臣更加省心，太子只怕也得了这个消息。我正思索着，宇文婷突然问道，消息什么时候放出去？我起身，他向窗外冒出枝星号心树，明日快要春天了，太子的梦该碎了。次日一早，县城被冤的消息便传遍了整个京都，整个京都再次沸腾了起来。还没等太子调查出是谁传出的消息，西县的百姓带着一封百家书来到了朝堂之前，上面记录着县城这些年的劳苦功高，以及在旱灾时他为了百姓安危，将全部家产尽数变卖，筹集银两，就为了换取米粮。这样的人怎么会贪赃枉法？西县百姓发自肺腑的责问，狠狠砸向了皇帝和朝臣们。皇帝派出心腹再次彻查此事，最后真相大白，竟然正如西县百姓所言，西县县城是个世间难得的清流，而真正贪污受贿的人竟然是皇后的亲弟弟，太子的舅舅。太子为了立功，逼迫县城承认受贿，然后转头将所有灾民款经过国舅收入囊中，培养自己的人才。朝堂上太子声泪俱下，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的。父皇，我是被冤枉的呀。父皇帝却只觉颜面尽失，看都不看他一眼，剥夺太子之位，永生捐进太子府。太子彻底落败了，从此之后朝堂之上再无他的位置。消息传到我耳边时，我轻勾嘴角，陛下还是心软了。说着，我落下一子，奠定了棋盘的胜局，我们可以再添一把火。宇文婷挑眉，笑意冰冷。深夜，整个皇宫陷入了寂静之中，一波又一波的士兵却从后门偷偷潜进了宫。点燃火把的一瞬间，刀剑声响起，啪啪作响间，我沉默地看向窗外。宫女突然闯了起来，大喊道，谋逆太子造反了。可话音未落，身后一道寒光闪过，我眼疾手快，抓住了宫女手腕，将人拽到了一边，利剑从她的耳侧擦过。宫女惊叫一声，昏死了过去。
我目光落在了他身后的身影上，他从黑暗中走了进来，露出了面容。真真，原来你在这，让我好找啊。我语气淡淡，太子，这是做什么？真真，你费尽心机，不就是想成为太子妃吗？太子眼神阴鸷，嘴角勾着狂妄的笑意，我当然要成全你不，我要让你当皇后，一辈子待在我身边，被我折磨。我眼睛微微眯起，突然灿然一笑，你喜欢我吗？太子一愣，大声反驳，哭怎么可能会喜欢你，我却并不在意，反而话锋一转，突然道，太子，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不成为太子妃。太子皱眉，什么？我向他走近了一步，淡淡一笑，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夏蓉会用蛇毒杀我？为什么刚好我不怕蛇？为什么避下来的？这要瞧。为什么你能被激怒，说出狂悖之语？为什么南方的灾民来的？这要瞧。为什么县城会轻而易举的认了罪？为什么他又在之后推翻了罪证？在我一句又一句话狠狠砸向了太子。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我却笑得更加灿烂，眼神阴冷，宛如盯着猎物的毒蛇。还有最关键的一点，你为何会如此轻易的带军攻进皇宫？太子惊骇的瞪大了眼睛，心里有了一个猜测，我大方慈悲的给出了答案，对，从头到尾都是我设计的，为的就是不当这个什么星号太子妃从进宫的那一刻。而我甄家满门忠烈，身份足够尊贵，在前朝又无权势支持，刚刚合适，所以太子妃只能是我，其他几人只不过是陪衬罢了。皇帝明知太子品行有亏，我与他夙愿已深，却不管不顾，完全不念在我甄家宫劳苦劳我甄家满门忠烈为国尽忠，换来的却是皇帝的漠然，施舍一个太子妃的位置便是。点了吗？我不稀罕，所以我当然要反抗。我就下了宇文庭，利用他的不甘达成了交易，我帮他成为太子，而他帮我离开京都。我利用夏蓉的争强好胜，不经意提起了可以致人毁容的花斑蛇，他果然中计，偷偷买了蛇，想要害我。我利用了太子的暴躁易怒宇文庭的诘问，让他在皇帝面前口不择言，让皇帝对他失望。盛宴，我利用南方旱灾，将此事推到太子面前，诱惑他接下此事，又诱导他得到了所谓真相。我在利用西县百姓为县城翻案，道光太子办事不力，纵容国就鱼肉百姓的事，最后我让太子的心腹诱导他造反，彻底斩断他再次崛起的可能性，一桩接着一桩，为的就是不受权力的束缚，做任何我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事情。太子脸色发白，眼神仿佛在看一个恶鬼，嘴里喃喃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屑地轻笑了一声，你那么厌恶啊，以折磨我为乐，我告诉你，不仅毫无作用，还将把饼送到了你手上，你当我像你一样蠢吗？太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栽倒在一个女人身上，就为了那么荒诞的一个理由，就为了不嫁给我。你设计了这么大一圈，你们皇室仗着高贵的身份，轻而易举的就能决定旁人的一生，甚至不容许旁人说一句不。我甄家征战沙场，死伤无数，换来的是你们皇室的冷漠。如果不是我反抗，只怕要被你们一辈子踩在脚底下，然后随意被配个人家铃声。我叹息了一声，慢慢道，这种看人眼色的日子，我早已过得厌烦疲倦。太子目瞪口呆，脸上隐隐扭曲，举剑对准了我。那你就星号吧，可连碰都没碰到我，便被一剑穿胸而过。他嘴里猛地吐出一口鲜血，勉力看向身后宇文平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太子不甘心地张大了嘴，却一句话没说出来，就倒在了地上。死的人是你，我亲不上前。看着他死不瞑目，冷笑了一声，还是这么蠢，连我在拖延时间都不明白，太子死了一场谋逆开始的迅速，结束的更加迅速。皇帝被太子的谋逆之行气得彻底病倒，起不来身。几个皇子为了太子之位争得头破血流，最后得胜的却是一声不吭的宇文庭。他从一个被皇子们瞧不起的商女之子，成为了权倾朝野的新太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在他成为太子的后一天，我也骑上了马，即将启程。边疆宇文庭穿着太子冕服，更显得容貌俊美无双，完全看不出第一次见面的狼狈不堪。他眸光流转，透着几分不舍，甄姐姐，你还会回来吗？我摇头，不会了。见他神色落寞，我能猜出他的心思，大概是喜欢我的。但是帝王之爱太沉重了，何况我见过他最狼狈的样子。如今他珍惜我们并肩作战的日子，但是日后他会不会觉得我这个看见过他狼狈一面的女人碍眼生厌呢？我不赌，我也并不想知道答案。我设计一切为的是获得自由，而不是将自己困在皇城里，为了什么都不值得。我仰望天际，一头鹰飞过，带起一股劲风，我灿然一笑，我生来是一头烈马，如今该回去了，烈马就该活在边疆，那里才是我该生活的地方。